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，用挖机摘桃子、挖南瓜，还有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东西，大家有没有认识的？今天这个东家在建房子，因为前坪太窄，不好堆材料，所以想要我挖机来帮他把前坪加宽。要想把前坪加宽，就需要从其他地方拉点土过来。刚好货车司机是东家的邻居，他想挖一个鱼塘，就可以把鱼塘里的土拉过来填到这里，这样就一举两得。首先我们把这条路简单的扫平一下，好让货车司机倒土过来，然后就把挖机开到货车司机要挖鱼塘的地方。也不知道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每装一斗土都要把货箱撞一下。还好货车司机在弄南瓜藤，没有注意到我，这要是被他发现了，估计我挖机今天都找不了了。装满之后就用力的给他趴紧。这里发现了一个南瓜，陈师傅的小美丽最喜欢吃南瓜了，先把它放到一边，等一下带回家。这里又发现了一个，挖机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，嘿嘿，拿3个就够了，等一下多带回家。车子又来了，我们先装车。我在这里装车装得好好的，但是那3个南瓜竟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不见了。我去，这肯定是货车司机拿走了。他竟然拿我的南瓜，我一定要把他的货箱趴紧一点才行。还好这里南瓜比较多，如果他再拿我的南瓜，我就一直到边上挖。反正今天无论如何我要带3个南瓜回去，因为这是送给陈师傅的小美丽的，我都已经告诉他了，不能让他失望。货车司机又来了，我们继续装。装了3车土之后，这里就堆不下了，我就把挖机开过来，先把这些土整平才行。把这里整平之后，货车司机叫我把路压一下，我就跟他说我挖机压不紧，你货车拉一车土压得紧一点。结果他在压的过程中，货车就差一点发车了。他下车之后就在那里一顿说我，他说这么松的土你要我货车压，害我差一点发车。现在你帮我把土全部挖出来，千万不能把货箱挖坏了，如果挖坏了是要我赔的。我帮他把土挖掉之后，他推都不要我推，自己就把车子开出来了。可没想到的是，他自己又在那里压。如果还要是陷住了的话，你千万可不能怪我了。货车司机他跟我说还少了2车土，让我又开回去装车。在围墙这里，我发现藤上面结满了很多这样的果子。有没有老铁认识这个是什么果子吗？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东西，有认识的朋友可以把它打在评论区。又给他装了2车土之后，这个鱼塘也给他挖出来了。老铁们看一下，你们觉得这个鱼塘到底能不能养鱼？毕竟这个鱼塘是出自陈师傅之手，养个几条应该还是没得问题的。这个树上结了很多桃子，旁边还有个人也在摘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那我也摘一点回去。我就先把桃子全部扎着放到斗里面，然后又去别人家借了一个袋子装桃子。今天干的这个活就有点意思，又有南瓜又有桃子，陈师傅的小美丽肯定很高兴。我们又把挖机开到这边来，把这2车土给它扫平。然后货车司机跟我说，他要把这些木头挖到车上拿回去做柴烧。结果这个木头今天跟我作对一样的，不管我怎么挖就是挖不进。东家跟货车司机都在旁边看着直摇头，搞得我挺尴尬的。毕竟是一个开了15年的老挖机师傅，一根木头都挖不起，就有一点太丢脸了。我索性就直接一踩，把它压成2段，直接装到货车上。然后这一根木头他也要我装到车上，但是这个木头有点大，压又压不断，等一下装到车上也放不下来。货车司机就跟我说不要了，让我反复把这个平压一压就可以了。总共做了7个半小时。东家跟我说要我优惠一点，记4个小时算了。我说大爷，这个优惠不能少这么多啊，如果少半个小时我还能接受，这一下就差不多少了一半，那我就不同意了。大爷说那就要我年底再来结账。陈师傅真的太难了，今天又是少挣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就因为上次帮这个老板娘做了20分钟事，后来他需要挖机就只叫我了。这是今年正月的时候，我拖着挖机去加油，要从这4合院路过。
然后这4合院的老板娘就叫了一下我，问我有没有时间帮她一个忙，就是她的大门口这里需要填土，事情也不是很多，如果要是人工搭的话，可能就要几个小时。我就跟她说，反正是顺路，我就不收你的钱，帮你填一下。总共挖了不到20斗土，这里就填满了。然后我再给她稍微压一压，趴紧一下，整个过程加上上下拖车，还不到20分钟就把事情做完了。因为正是正月时间，老板娘说为了感谢我，一定要拿2包烟给我。又过了几个月，这4合院一直在搞装修，现在大门和窗户已经装好了，外墙还需要喷油漆，但是整个前坪堆满了土，乱七八糟，就需要我挖机来整平一下才好搞装修。老板娘非常客气，还没有干活就拿了1包烟和1瓶饮料给我。老板娘说大门的左右两边都要种罗汉松树，因为这里以前填的都是些建筑垃圾和砖头，所以要把这些建筑垃圾给它挖出去，重新填一些土进来，这棵树才可以种活。填平之后稍微压一压，这里就做好了。这个坪的四周进了1米，以后都是种绿化。东家准备的这些土就是特意种绿化用的。把这堆土扫平之后，结果发现少了，还有几个地方没有填起来，所以我就到后面这堆土先挖一点过来，把这里填上，先把这一边给它填平再说。把这里全部整平之后，我们就把挖机开到后面来。老板娘说先让我把这个门口给它整平，这几个筒子还有那根电线有点碍事，挖机不好去挖，所以我要他帮忙举一下线，小心翼翼的靠着墙把里面的东西清出来。同样的，这一边也是种绿化，要用防土把它填起来。先在门口这里整一块不大不小的地方，然后再把这一堆沙子挖到刚才整平的那里去。因为这一堆沙子下面同样的也要种一棵树，沙子移开之后，就在这里挖一个大一点的树坑，把这些建筑垃圾的抓头挖出来，再挖一些防土填回去。大门的两边以后就都可以种罗汉松了。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一边也给它整平，不过好像还少了半车土。老板娘说如果我以后在哪里装车，她就叫个货车过来让我装点土给她。把这里整平之后，再用挖机来来回回压了几遍，总共1个小时40分钟就把事情做好了。本来按行情来说3个小时之内是要收600的，但是这个老板娘人实在太好了，又是拿烟又是拿水给我，还要我在他家吃了饭再走。别人对我好，我就对他更好，我就只收了他一半。今天又是少挣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还请老铁们给我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今天干的这个活就有点意思，这个路呢刚好只有拖车这么宽，上面挖机又容易撞到别人的屋顶上，所以别人的挖机都不愿意来。在10天前，东家叫了一台挖机帮他把前面的杂房拆了，房子的前面还砌了一条这么长的挡土墙。这些事情都不是我的挖机做的，但为什么这一次东家又叫我的挖机来给他干活呢？主要原因就是上次来的那台挖机，他在经过那条路最窄的地方，他开了很久才把挖机开进来。当他把事情做完，拖着挖机出去的时候，又在那个最窄的地方，挖机驾驶室撞在了别人的屋顶上，把挖机的玻璃都撞坏了。还好别人的房子没有要他赔。而这一次东家把挡土墙砌好之后，挡土墙里面需要回填土，而且还要把这一块空地全部整平，大概是2到3个小时的事。东家就还是叫那台挖机，结果那个同行挖机他不管东家怎么说，他就是不来了。但是这些事情又必须要挖机才能做，然后东家就让石匠师傅帮他喊一台挖机。那个石匠师傅他刚好又跟我熟，他就跟我说他有一个邻居需要挖机干2、3个小时的活，他也没有告诉我说这里以前别人挖过，只跟我说这是他的一个邻居，家里条件比较困难，让我一定要开着挖机来帮他把事情做一下。我当时也没有多想，就把挖机开过来了。当我把挖机开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个地方路真的太窄了，挖机很难拖进来。好不容易把挖机拖进来了，才发现这里以前别人做过，
虽然心里有点不舒服，但是既然来了，就肯定要帮别人把事情做好。看东家的房子，确实可能条件不是太好，房子建了很多年了，窗户都没有装，外墙也没有搞，刚好3个小时的时间就帮他把事情做好了。3个小时的540块钱，你收540的了。来了，谢谢了哈。有的，感谢。拿包烟给我啊。好，感谢啊。本来是要一个起步价600的，我给他算的时间只收了他500。挖机拖出去的时候，我叫了2个石匠师傅在旁边给我指挥，真的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挖机拖出来。挖机的贴窗玻璃都只差1厘米就撞到上面了，这个花塔也只差几厘米了。老铁们出来干个活真的不容易，还请大家给陈师傅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